笔墨处理上要有枯有湿，有疏有密，有点有勾，有浓有淡，有虚有实，表现出前后不同的空间层次，使之富有生气。云的画法。宋代大画家郭熙在《临泉高志》中说：“山以烟云为神采，得烟云而秀美。”在山水画中，云具有通气和取势两大作用。一幅山水画可通过烟云使气脉相通，气韵生动。山是静的，云是动的，以云势助山势，则会使山势更加高峻峥嵘。下面介绍一下画云的两种主要画法。勾云法。勾云画法一般用中锋淡墨，画出曲曲缭绕的细线，来表现云的动态。勾云要注意疏密，线条流动而富有变化。染云法，又称烘云法。画时不勾出云纹，而是用水墨烘染出云块。此种方法常用以表现浑厚的凝云和云海，给人以迷蒙浩荡、幽深莫测之感。采用染云法画云时，要注意云块的形态美，用笔的大小、动势要相互呼应，使其在变化中给人以连为一体的感觉。水的画法。在山水画中，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正所谓山以水为血脉，故山得水而活。画水的方法大体上可分为勾水、染水、雨水三种。勾水多用淡墨顺风勾勒，行笔要灵活轻巧爽利，切忌板刻制。勾纹根据水的不同形状造型。染水多用淡墨侧锋或散锋，染皴出水的质感。染水要浓淡得宜，干净利落，一次染成，表现出水的透明洁净。不要反复涂抹，轻重不分，画成死水。
雨水，即不勾也不染，借画面白纸以代水，通过山势的走向与坡岸的曲折，或借与水有关之物，如舟、桥、鱼、石等物，使人感觉水的存在。为表现出水流的冲击力量，画时一般用中锋勾勒，行笔要迅猛，水头的笔线要圆劲爽利。或者用侧锋皴染，空出飞流的瀑布，即为留白的方法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两种表现瀑布的方法。瀑布落于水平面处，称为水口。水口处的特点多为乱石散置，水流分开，并且水流多从石中积涮泻下，形态各异，所以画时要注意用笔的变化，其层次的高低、水流的宽窄、笔线的繁简，最好不要雷同。
山水画中的点景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。点景就是主体画面基本完成以后，在于视